等不及电视剧的更新，就先去看小说了。本来还能接受吴磊演的男主，可一旦带入小说中的男主形象，就觉得吴磊好像还差点意思。星海灿烂原著小说中的凌不疑太漂亮了，你看小说中关于凌不疑的描写，初次见面时，只见5-6丈远处的楼檐下垂挂着数盏朱红色的圆灯笼，灯笼下站着一位素衣青年，肩堆鹤氅，双手负背，身甲高挑心长，全身只有衣带和发色如墨般漆黑。这样喧闹的灯饰人群就那样静静地站着，连同身旁7-8个身披重甲的护卫俱是静默沉立。第二次在万福门口碰见时，这时那群黑衣甲士当中分开，现出一个身穿玄色曲裾长袍的年轻男子，身形极为修长，外披着黑色兽毛大氅，以暗金丝缕配弦玉扣住，双臂皆附着沉重的镶金臂钩。马场被救时，少商从没觉得男人穿的这样深红炽烈的颜色，只觉得这铺天盖地的黄沙飞土映衬着她肤白如玉，眉目俊美，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丽。其他描写，剑眉斜飞入冰，眸如星辰，鼻如风急，意态风流，明明脸上笑着，却满身荒芜肃杀之气。他很年轻，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年轻。他原以为和万伯父官职差不多的人，岁数也不小了，如今看来却是与袁胜差不多大。这位将领收起金翅鸾金剑，被卫队拥在中间，缓缓地驱马走近。此时忽抬头往这里一望，淡金色的光如丝线般织入他漆黑的甲胄，跳上他白皙的脸庞，清癯俊美，难描难绘。在万福宴上被众小娘围观时，他看见对方牌坊的露台上，凌不疑一绝飘飘，孤身遥遥而站，隔着几十丈的直廊，并不能看清那位年轻俊美的将军的神情，但他修长如松枝的身姿，在春日骄阳下风姿烈烈，绮丽如梦。还有重要的烟灰塔相遇部分，凌不疑半个身子攀在梁上，看见少商在下面，似乎也吓了一跳，随即呼笑了起来。她本就生得极美，此时倏然一笑，漫山的春色都不及她的神色明媚。少商看花了眼，居然忘了害怕，也呆呆地回以一笑。从小被父母丢下，一个人艰难孤单地求生存，这让年幼的程少商有极强的防备心理。他告诉自己不要在意任何人任何事，母亲对堂姐的偏爱他不在意，大母的无视他不在意，只选择让自己过得很好的那一面。这世上谁都没有真正看懂程少商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是凌不疑却看懂了他，他知道程少商只面对正确的选择，比如他其实很在意母亲的态度，比如他知道自己喜欢吃的食物，但是这些会让他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。别人会选择掩饰，但是他不一样，他会骗自己，骗到让自己都相信了。所有人都没有看透他的这个习惯，但是凌不疑却看明白了。他喜欢吃虾，因为皇后对其过敏，所以他也不会在宫中食用。但是凌不疑却每次都不动声色地让他吃到，连程少商自己都没有察觉。因为这个思维方式，所以程少商在面对楼瑶提亲时非常愉快地答应了。因为他知道和楼瑶成亲，他以后会过得自由随性，但是他忘了他并不喜欢他。就是后来与袁善见定亲也是如此。之前因为皇后说想看到他成亲，在答应袁善见之前，他还做出了主动提亲前太子和五皇子的行为，所以在程少商心里，袁善见和他们并无区别，只是为了达成目的而已。当然，最后还是在凌不疑的霸道抢亲，程少商最终还是落入了他的手中。原著中有这样一段描述：少商主意很大，可凌不疑的主意比他更大。少商生性坚毅果决，结果凌不疑比他更杀伐决断，一往无前。少商是金刚钻头，凌不疑就是金刚钻车床，齐天大圣法力高深，但依旧是被压在五指山下。这段描述很好地概括了他们两人的关系。
所以在前期，程少商几次三番要与凌不疑退亲，因为他自己也很清楚凌不疑这样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掌握的，但是他忽略了一点，他想不想让他掌握。后来凌不疑因为报家仇被流放边境5年，因为这场惨烈的复仇，他失去了程少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竭尽全力护他周全。当初楼瑶与他定亲，他知道他向往的生活，便给他们外放的地方都寻好了。后来他远赴边防，他知道按照程少商的性子，他最后一定会选择嫁给袁善见，就开始替他打算，查清楚了袁家的一切，替他消除所有隐患。所以后来能在袁家出事的时候，因为凌不疑的帮忙，才能够成功的度过一劫，不至于全族覆灭。也是因为这些，袁善见才心甘情愿的退了亲。程少商知道凌不疑为他究竟做到了什么程度，才有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回头。后来他们的结局，凌不疑成为了最年轻的州牧，程少商也随他出征，终于实现了他所期待的向往的生活。世上有一人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在谁的身边，这个人总是会竭尽全力的护你周全，保你平安，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！